今天啊，我们来教大家画一下这个框的画法啊，就是说篮子的画法。其实篮子呢，这个题材啊是蛮多的，对吧？就是说，嗯，各种各样的啊都会有。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呢，其实可以怎么去画呢？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选择其中一两种比较好看的篮子先练。然后呢，大家呀可以去根据生活当中啊，如果说大家见到漂亮的花篮啊，漂亮的这个小菜篮，那么也可以去对照着去写生。我教大家，我比较常用的，我比较常画的一些篮子的画法。画这个篮子画这个篮子。我们今天是篮子里面加葡萄啊，篮子里面加葡萄。先教大家画篮子。篮子呢是有多种画法嘛，先教大家其中一种。这个画篮子的时候呢，其实用笔用墨啊，和我们之前那些都是一样的。你不要全调成墨色，笔尖上调浓墨，笔肚上不要动啊，笔肚上留有水分，或者是呢留有淡墨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画的时候呢，你像这个，先教大家画其中一种篮子画法呀。这两种篮子都比较常见，也比较好画。那怎么画呢？它就是一个篮子把手，对不对？画篮子嘛，它一定是有把手的。用笔的时候，是吧？这个就是一个小篮子的把手呀，一个小篮子的把手啊，拎着这儿，对不对？拎着这儿，沉甸甸的拎着这儿，这是小篮子的把手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小筐啊，要装东西啊。小筐怎么画呢？小筐呀，你比方这个地方，一般我们画成这样的，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这个边缘，篮子的边缘，是这样的啊，这样的。认真的去画它，可以是呈现什么样的一个姿势呢？就这样，一个这样的形态啊，这样的形态，不断的去重复它，对吧？不断的去重复它，不断的去重复它，这边也是一样，这边的话呢，就只能是这样画了，因为这边它要远嘛，这边这样画啊，这边的话呢，看这边这个用笔是这样的啊，类似 C 字形，这边的用笔的话呢。因为角度发生变化，所以说呢是这样的形状啊，这用笔方式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用笔方式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是转过去的，是这样画，这个呢是转到这边去了啊，所以说我们这样画，再转的更靠后一点呢，又是倒 C 字形，对吧？把它圆在一起啊，要把它们圆在一起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篮子的一个最底下啊，篮子的边缘啊，篮子的边缘。再往后画怎么画呢？再往后画呀，其实后面这些我们是不需要画的，因为后面这些啊，一般我们都会被水果呀、蔬菜呀，给挡住啊，所以说呢，后边这些是不用画的，后边这些是不用画的啊。我给大家就是，我们先单讲篮子嘛，讲的明明白白的，大家。这个是一圈儿啊，对吧？篮子的一圈儿，这个地方是把手，连接上这个框边啊，有力量感。沉甸甸的力量感。用笔的时候呢，笔尖上我们是浓墨，所以说呢，画出来的线条啊是有浓啊，有浅，有干有湿。随着笔触越来越画，你看这些地方，刚开始先画前面的墨色重，最后呢再画后面的墨色呢会慢慢的变浅啊。镜头里面包括肉眼去看，好像没区别，但是等它干了之后呢，会有稍微的区别。前面更重一点，后面呢更浅一点。篮子把手最重，这个地方稍重，这个地方呢最浅，但是有一个很不明显的这样一个过渡啊，这个就是说我们平常用笔用墨呀，对吧？很自然的笔尖调浓墨啊，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好的结果。画好这个之后呢，我们接着画篮子的这个框，对吧？看看它有多深啊，这是多深的一个篮子呢？想要画多深的一个篮子，那么我们就画多深就可以了，直接用这个短横线，对吧？直接用这个短横线啊去画它。你想画一个多深的框，那么你就画多深就可以了啊。这是就是短横线这样来回蹭它嘛，就这样短横线来回蹭它，对不对？还是你看没有去再重新调墨啊，没有再重新调墨的。直接用这个短横线这样去画它，画的时候呢不用太认真。你像有些同学画的就非常认真嘛，画的这个对吧，就非常认真。非常认真的这种画法呢，也可以呀，就是说类似墨骨小写意的这种画法，这样去画也不是说不行。但是呢，这种画出来之后呢偏死板一些或者是呢你
比较认真的同学啊，你可以怎么画呢？不要画的直直的一根小棍儿，画的时候呢，有提有按，对吧？有提有按，这样去认真的画也可以啊。前期大家如果说练不好，对吧？放松的练不好，就认真的有提有按的去练。这个线条里面啊，都要有提有按，不要直直的。你看这个就不生动啊，这个画出来之后，它就有鼓的感觉，它就生动，对不对？熟练了之后的话呢，就可以像老师这样啊，就是很随意的这样去蹭它嘛。你蹭完之后，我们发现这个线条每根线条其实不太一样，有细的，有粗的啊，有些挨得近，有些挨得远啊，它会呈现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。这个就是画熟了之后啊，我们对吧？画熟了之后就真的是学一画画熟练之后就很快啊，画熟练之后很快，不是刻意去画的这么快，而是说画熟了之后呢，画的这个非常自然啊，自然当中它又有变化，这个就是中国画的精神。这个是里面啊，这个是外面这一圈框，里面的话呢，如果说也需要加的话呢，调一个淡墨啊，里面画的浅一点，对吧？里面画的浅一点，对吧？这就是一个空篮子啊，空花篮，空的小框，空的小花篮啊，这样去画它啊，这是其中一种框的画法，它中间是空下去的，对不对？它中间是空下去的。这个地方重，这个地方浅，自然而然，这个在前面，这个在后面，对吧？还有一种凹进去的感觉啊。如果说空框的话呢，还可以啊，你看这些地方，你简单的带点墨，对吧？简单带点墨色，就显得更加有深度了。最后这个框呢，可以用一些赭石色给它去画一画，或者是呢，就是一个墨色的小框也是可以的。可以用这个赭石色赭石颜色来画一画稍微染一染就行，有些地方不用染啊，这些地方染一染，左边染了，右边就不用染了啊。这些地方复勾它一下，也不用染的那么太仔细，这边染的多一点，这边染的时候呢，染的颜色少一点，让它有一个颜色的变化，这边重，这边浅。啊，墨色是这边重这边浅，颜色的话呢也是这边重这边浅，这个框它就有立体感了啊，就显得更加厚重了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是其中一种框的画法。那么再教大家一种简单的啊，也是比较简单的框的画法。再教大家一种，大家呢就是这个框其实是蛮多的嘛，大家可以自行去把控啊，自行去创作都是可以的。还有一种框的画法呢，也是一样，比方说我们也是画一个什么样的呀？那个是把手比较高的，比方说把手比较低一点也行，对吧？这个是把手低一点的，低一点的框怎么画呢？低一点的框，这个把手，同理啊，就是说这个把手对吧？这个把手你也可以画的比较低。这个把手你也可以画的再高一点，这个框嘛，就是小菜篮是我们自行去创作的，想怎么画就怎么画，只不过呢表现形式稍有不同，你像这个框的边缘还可以怎么画呢？还可以是这样的啊，可以是这样的，比方说这个框的边缘啊，我们就用编织的手法，竖的线条横的线条，这个地方啊也是竖的线条。也是横的线条，一个竖的，一个横的，一个竖的，一个横的，这样去画它这个也是一种表现形式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一种表现形式。有几个竖的线，有几个横的线，有几个竖的线，有几个横的线，对吧？有几个竖的线，有几个横的线，这样去画它这样去画它。那这个也是一种框的画法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有形式感，对不对？后面的，几个竖线，几个横线，把它们编织在一起把它们编织在一起，对吧？这个是一个框的边缘，框的边缘画好之后呢，框的边缘画好了，我们接着画这个里面的框里面框怎么画呢？这个小菜篮，这个不能算成框了，小菜篮了。小菜篮的话呢，就是这样去画它，或者是这个小菜篮我们干脆就直接怎么样？直接画成这个全是竖线的，对吧？全是竖线的也行，或者是呢，你说我想画的再丰富一点，这个还继续编织它嘛，继续编织它，对不对？还继续这样编织它，
哎，对不对？这个框嘛，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去想象、去创作，都是可以的。哎，对吧？继续编织它，这个地方编织它一下，对吧？这就是一个小框啊，里面我们再装一些这个瓜果呀，再装一些蔬菜呀，或者一个空框怎么画呢？空框的话呀，调一些浅墨调一些浅墨，然后和这个前面的这些区分开，对吧？就这样画的。画的时候用笔可以灵活一些，随意一点，哎，这种线条线条随意一点编织出来一个这样的小框，对不对？编织出来这样一个小框。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呢，其实并不需要把这个框整体都画出来，而是说只是画其中一部分大家要了解这个框的形态，了解框的形态之后呢，我们并不需要把这个框整体都画出来，只需要画出一部分。比方说我们后面的一定不要去画，对不对？后面都被挡住了。前面的话呢，也是只画一半就行只画一半然后我们去里面加上一些瓜果呀，加上一些蔬菜呀，这样去画它。那我们来给大家示范一幅给大家示范一幅成幅的作品怎么画。这个框的话呢，大家可以多练，也可以搜集一些框的素材，或者是呢自己想象着，你想要一只什么样的小花篮，想要一只什么样的小框，那么呢你自己可能我们手工做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画出来，这就是我们中国画的魅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个卡纸上边卡纸上边呢，我们来教大家画一个这个框画一个框的画法。那么这个框呢，调墨的时候，还是笔尖上调浓墨，笔尖上调浓墨，然后我们就顺势去画它就行。哎，这个地方我们一般画的时候呢，空出来，画的时候空出它来。哎，大家注意这个地方空出来，不把它画完，因为这个地方会画上一些葡萄呀，会画上一些叶子对吧？被挡住了，所以说呢，它看不到看不到框的另一侧看不到框的另一侧，只能看到这边的这个连接框边缘的这个地方。哎，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去画它就行。画好这个之后呢，我们接着往下画，画上它这个小框的边缘画上小框的边缘。哎，可以用一个散封的状态，对吧？可以用一个散封的状态去画它。哎，还是用这个椅字形的用笔方式，对吧？散封的状态去画散封状态去画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状况，哎，是不是感觉好复杂？实际上我们就是用了一笔，是不是？实际上就是用了一笔，哎，可能有些同学用不好，那么你就用中锋也是可以的不散封，你去画它也可以就这个看大家的一个情况对吧？你不用散封，你就画成这样的也是没问题的就画成这样的也是没问题的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空出来一些，C 字形，对不对 ？C 字形这个地方空出来，空出来干嘛呀？有些葡萄粒从这个地方散落出来一些，垂着一些葡萄粒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空出来空出来。再往远处画也不要连接上了，远处的话呢，也是被挡住了，对不对？被葡萄都给挡住了，所以说远处那一圈小篮子边缘也是可以省去不画的可以省去不画。再接着呢，我们开始画这个篮子的这个底部该画一个多大的框？从这个地方短直线，对不对？哎，短直线，哎，越来越往里收越来越往里收。哎，很随意的这样去画它有深有浅有粗有细的这样去编织它，这样去编织它。
这个其实是有了一定变化呀。大家仔细看会发现这边的颜色重，这边的颜色浅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调墨的好处。你看我一直给大家教大家调墨，对吧？调墨，笔尖上调墨，笔尖上调颜色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很好的就应用出来了呀。画完这个小框之后，我们会发现它不一样的啊，颜色不一样。这边很重了，这边已经很浅了，没有墨色了，它就很浅了，对不对？再丰富它一下啊，把这个小框呀给它画一下。感觉不够重的，再调一点点浓墨啊，给它再提一下。包括这个地方边缘嘛，稍微让它实一点，不要让它太虚。中间就让它白着待着就行啊。这个地方啊，提不提都行，提不提都行，一定要注意让它过渡自然一点。你不要说只边缘提一下，这个地方没跟上也不行。这个地方稍重，这个地方最重，这个地方最浅，这小篮子它就鼓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它就鼓起来了。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画啊，接着画它的葡萄的部分啊，接着画它葡萄的部分。里面的装的果实啊，大家是可以自行去变化的。你可以是这个装的葡萄啊，你也可以装的是其他的题材。比方说，我们画一个紫色的葡萄吧，一个紫色的葡萄。这个紫色葡萄哈，紫色的葡萄，我们画的时候呢，就是用一个紫色的毛笔啊，用这个紫色的毛笔，专门画红颜色的毛笔。然后呢，就是调一个花青啊，加曙红色，或者是呢花青加点牡丹红也行。就是调成一个这样一个紫红色啊，调成一个紫红色。你像那个画那种黑色的葡萄，对吧？啊，紫黑色的葡萄花青多一点啊，画那个偏红一点的葡萄呢，就这个红色多一点啊，调成这样一个紫色可以多调一点啊，可以多调一点，因为这个紫色是一个基准色嘛，是一个基准色，所以说把它调的多一点，调的多一点之后呢，稍微适当刮一刮它啊，适当刮一刮，然后笔尖上啊调太白色。笔尖上调太白色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画这个浅色的葡萄了呀。我们会画成串的了，对不对？成串的葡萄我们都会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开始画什么呀？我们开始画这个框里面的葡萄画的时候啊，也要想着这个串是怎么串起来的。这一串葡萄我们要怎么让它摆布呢？对吧？这串葡萄朝这边，这串葡萄朝这边，这串葡萄朝这边啊，还是你想怎么去摆这个串呢？对吧？给你三四串葡萄，让你装在篮子里，你怎么去装呢？对吧？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提前去想一想啊，不是说上来之后乱画，不是乱画一通。葡萄呀，它都是分串的，即便装篮子里，它也是有分串的感觉的。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，一定要有所这个想象啊，一定要有所安排才行。画的时候呢，比方说这个地方我想要画上它一串，怎么画呢？画的时候啊，从这个葡萄的，对吧？前面葡萄粒开始画，这是一个葡萄粒，这是一个葡萄粒。画的时候呢，顺势去画。它是从这边，我想让它从这边长嘛，所以说呢，葡萄粒都是朝向这个方向去排列的，啊，都是朝向这个方向去排列的。再接着啊，笔尖上啊蘸点水，接着往这个方向去长啊，接着往这个方向去排列，再调点水啊，再调点水，再调一点水。再调一点水，对吧？把它丰富起来，再调点水。这是一串呀，对吧？还没有串完呢。这个地方，比方说啊，可以再加上一个小葡萄粒。这个地方再来上一个。这是一小串葡萄的亮面的地方，最前面的地方。这个地方要不要也加上一些呢？这个地方啊，可能还有一小串啊，也给它加上一些。顺势去加，笔尖上一直调水就行啊，或者是呢，笔尖上一直调太白色也可以。调水的话呢，显得更加透亮。
调太白色呀，显得这个葡萄呢会更加的有立体感，对吧？会更加的厚重，这是两种感受。哎，还是笔尖上继续调水，这个地方再画上一串啊，这个地方啊再画上一串葡萄，感觉颜色很浅了，怎么办呀？哎，继续调这个紫色，刮一刮，笔尖上啊调水啊，调点太白，继续画它。哎，笔尖上啊继续调水。哎，这个是另一串了，这个是一串两串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串。哎，从这个地方去画它，一个小粒，两个小粒，接着往上画，三个、四个，对吧？五个，哎，就根据这个大的变化去画它呗。根据这个大的变化去画它，提前要有所规划。这个是这样一串，这个是这样一串，这个呢是可能是这样一串串下来，串下来之后啊，这个地方分开了一点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加上一个远处的半个的被框给挡住了，也加一加。这个地方也加上一个，这个浅色的葡萄粒的话呢，是吧？浅色葡萄粒我们就已经画的差不多了啊，浅色的部分我们就已经画的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画重颜色的葡萄粒。画重颜色葡萄粒之前呢，我们可以先把它的这个串给它串好，先把这个葡萄串给它串好。其实大家跟老师学画画会发现什么呢？就是说有多种方法，对不对？这绘画呀，它是可以有多种绘画方法的，并不是说单一的，就是说，我只能这样画或者只能那样画。实际上呢，大家学完画画之后啊，根据目前的一个心情、一个状态，可以随意去变的。我可以先画这个地方，也可以先画那个地方，颜色上呢也可以稍微的产生一些区别。这就是中国画嘛，它是具有很强烈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的。不是说必须像科学那样1+1等于2有时候1+1嘛，1+1看1+1它等于11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思维上的逻辑，对不对？绘画上的逻辑，数学角度1+1它只能是等于2但是我们绘画方面呢，1+1它可以变成11嘛，对不对？一个加一个，那不就是11嘛，对不对？1+1还能等于加号就是这个思维的话呢，大家可以更加开放一点，然后这个就串起来呗，这个地方比方说一个小葡萄串，串起它来，可以先连接上这些，连接一下，连接一下，连接好了之后呢，这个是三绿三绿加了一点点花青色，这个地方也串一下，也串它一下，也串它一下，这个地方也串它一下，也给它串一下。串好这些浅色的粒之后我们开始画重颜色的粒了。串好浅色的粒之后呢，我们开始画重颜色的粒。重颜色的葡萄粒的话呢，就用这个曙红色调花青，这个颜色要调的浓一点这个颜色的话呢，要调的浓一些，调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？花青多一点曙红颜色少一点，花青多一点，曙红颜色少一点这样去画它。画好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补它的这些空隙就开始填补它这些空隙。框里面嘛，所以说它空隙就比较多，把这些给它挤一挤，给它挤一挤它，这个颜色就比较重，或者是呢，这个里面可以少量的加点胭脂颜色，也可以加一点胭脂也行老师是没有加，因为这个前面画的比较浅，所以说后面这些葡萄的话呢，就可以不用那么太重也行不用那么太重也可以的。这些地方给它挤一挤，哪个葡萄粒在前，哪个葡萄粒在后，给它这样稍微的挤出它来有些是半个的，对不对？后面的它只能露出来半个画上半个葡萄粒就行。远处这些，这就是大胆落笔完了之后，我们现在阶段就是在细心收拾画面，把这些都给它挤一挤都给它挤一挤。
哎，对吧？都给它挤出来。这个地方也有这样一个葡萄啊，也有这样一个葡萄。哎，中间也给它挤出来。这些空隙也给它挤出来。其实这种挤法的话呢，大家可以直接填补它，对不对？填补完了之后呢，再用这个绿色再去盖它也可以，有多种方法，多种方法。大家可以分开练啊，练这种成筐的葡萄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成串的先练好，再练这种筐的。为啥呢？因为这个成串的你能画好了，然后你再练筐的时候啊，哎，你画出来葡萄它不会发散。你像这个，它是一串的，对不对？还是串在一起的。虽然在筐里，但是呢，它还是成串的。哎，如果说你那个成串的葡萄没有练好，直接画筐的，就很容易画的发散。就是说呀，画完之后不知道这是哪个是哪串的啊？画完之后就感觉啊，全是葡萄粒在上面堆着啊，没有串的感觉，那个就不好看了嘛。那样画出来之后啊，就不好看了。再接着往下画一画，远处的这些，对不对？远处的这些，给它填补一下。哎，给它画一画，这样去画它。远处的粒给它加一加，这就是需要我们细心去加了啊，细心去加，哎，对吧？静下心去，哪个在前，哪个在后啊？把它安排的妥妥当当的，把它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啊，哪个在前，哪个在后，对吧？这个圆形之前没有画的很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通过这个挤它啊，把这个之前这个葡萄粒呢，给它挤得更圆润一点，它就显得更加饱满了，对吧？这样画出来之后，这个葡萄粒就显得非常的饱满，显得非常厚重了。这样去画它，这样去画它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就是一筐葡萄嘛，这个就是一筐葡萄的画法。其实我们画完之后会发现啊，我们就是画了3串，对不对？就是画了3串，还是都是3个半串的。这个是半串，被挡住了一部分，这个也是一半，下面部分被挡住了，这个更是很少的一部分，就是3串葡萄，对不对？看着好像筐的难，哎，实际上啊，筐你学会了，你成串的葡萄学会了。然后你再画这种，那就变得非常非常简单了啊！画画就是这样，有时候呢需要我们去单独去掌握，直接画成筐的，你会发现什么呢？就是没有去练单独的部分，你直接画成筐的，就会发现，哎呦，这个这儿需要注意，那儿也需要注意，最后呢，画面哪个地方画的都不到位啊，只能是模个大形，这就很难受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画。我给大家示范一个带霜的葡萄啊，就是说，你像很多同学说，哎呀，那个带霜的葡萄怎么画呀？带霜的葡萄其实非常简单啊，就是说它就加了一层啊，它就加了一个层次，在这个基础上啊，找一支干净的毛笔，笔尖上啊调点太白色。你像带什么霜，有些带的蓝霜，有些带的绿霜，对吧？你带绿霜，你就稍微的调点绿啊。其实白色就非常好，白色的话呢，百搭啊，你调了蓝，调了绿，有时候调出来之后啊不好看了。比方说，我们就主要以白色为主，调一个这样一个奶白色，然后啊就在这个地方啊，简单的这样一蹲啊，简单的这样一画，一蹲一画就可以了，对吧？调这个太白色了嘛，简单这样一蹲一画，这就是带了霜了，带霜的葡萄，对吧？把这个亮部啊给它再盖一遍，亮部给它再盖一遍，亮部给它再盖一遍。这带了霜之后啊，显得这葡萄就不是那么太透亮了，有这个感觉吗？啊，所以说大家根据大家的一个需求去点
其实老师这个画的话呢，不带霜就很透亮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带了霜之后啊，它就变成另一种感觉，变成另一种效果了。这个呢，就是也是算是一个尝试吧，就是大家呢在学画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可以大胆的去尝试。它不就是一幅画吗？对不对？老师都在尝试，那大家又何尝不是呢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发挥自己的创作力，然后啊，没事儿你就去瞎研究哈，一天到晚，没事儿的话呢，就瞎想、瞎研究、瞎琢磨，慢慢的啊，就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绘画思维方式啊，没准儿啊，你就能创作出一种新的葡萄画法，新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花卉的画法，对不对？站在老师的方法基础上，然后大家呢可以去进行改造啊，可以去进行加工，这就是真正学习的方法。慢慢要融合我们自身的一些想象力、创作力啊，玩儿啊，玩着玩着就是新的这个方法了，对不对？那挂完霜之后，这葡萄就显得更加的厚重一些了啊，显得更加好玩一点了，是吗？啊，加上一些霜啊，加上一些这个霜，加霜的话呢，其实中间就不需要留白了，我是留了白，所以说显得把那个白点又给盖住了，就白留了，是吗？挂了霜的葡萄啊，就出现这种感受了。然后呢，最后啊，我们再调一个太白色，再去给这个给它点一点，把这个高光呀，我们给它点出它来，点出它来，它就显得更加漂亮呀。点一个小高光点，点一个小高光啊，显得这小葡萄它就又变成透亮的感觉了啊。虽然挂了霜，它还是透亮的。点这个太白点嘛，顺着一个方向去点，都点在左上方啊，都点在左上方。你不要有些地方点在右下方，点在右上方，那就不对了。都点在一个方向。然后呢，点完这个之后，我们接着画这个小果旗啊。小果旗的话呢，再换另一支毛笔，或者是呢把那支毛笔涮干净，调点浓墨，调这个浓墨。调好浓墨之后呢，开始点它的果旗啊。果旗就是看这个果旗就要有变化了，顺着这个葡萄串啊，顺着它去点，它的这个葡萄串的左边的葡萄粒点在左下方，中间的葡萄粒点在中间，右边的葡萄粒点在右下方啊。这有什么规律啊？这是跟着这个葡萄串去点的啊，不是说瞎点的，对不对？不是说跟着整个框去点的，而是说跟着这一串葡萄去点的，对吧？跟着这一串葡萄去点的，这一串也是一样啊，跟着这一小串去点。所以说嘛，画的时候其实都是具有规律性的。这个是按照这一串，对吧？右边的点在右下方啊，右边的点在右下方，左边的点在左下方，这样去点它。大家看一下，看似好像点的没规律，实际上呢，都有规律，对不对？按照这个串去点的，我们都是这样去画它。然后啊，我们再接着呢往下面接着画啊，一筐葡萄我们就已经画好了。画好一筐葡萄之后啊，给它补叶子补这些补景啊，这个小画就完成了。看似很复杂的一幅画，一点一点去完成它。叶子画的时候呢，你像我们画成幅的时候，包括单练的时候，练的都比较拘谨。大家还记得怎么去画葡萄叶子吗？五笔画叶子的方法。画的时候呢，还是笔尖上调浓墨，笔肚上保持一个浅墨的状态。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根据这个我们之前练的，葡萄呀，它是这个叶子不是那么太这个长它偏圆一些。五笔画完之后，它还是偏圆一点的偏圆一点的叶子，感觉小了，再稍微补上2笔，偏圆一点的一个叶子，这个是一个正面的叶子。这个地方我们再加上一个侧面的好不好再加上一个侧面的叶子，也是通过这么4、5笔画上一个侧面的叶子。1笔、2笔、3笔、4笔，对吧？再加上一小片叶子这个地方再加上一小片，对
对吧？加上一些小叶子，最后呢，我们加上它的藤蔓啊。藤蔓的话呢，画的时候啊，可以围绕这个小框去画它。围绕这个小框去画它。从这儿还绕过来，从这儿转过去，对吧？画出这种藤蔓的力量感啊，画出藤蔓的力量感，这个就可以了。点上一些胎点啊，点上一些胎点，把这个叶子的这个叶脉呢也给它加上。叶脉可以加的简单一点啊，因为这个主要表现的是葡萄嘛，所以说叶子的话呢，不要画的那么太认真，稍微潦草一点。该放松的地方稍微放松一点，潦草一点啊，轻轻这么带上几笔，有那么个意思，有那么个感觉就可以了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发现啊，这个框和这个藤蔓其实是有点雷同了，是吗？看框也是这样画的，这样的用笔方式，这个把手藤蔓也是类似的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？可以去给它加以变化，比方说这个框啊，我们可以加上细节啊。框的话呢，可以在这个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再加上一圈啊，也是类似这种感觉的，给它编了一圈，对不对？更加好看了，更加。也是用这种椅子形，给它添加上一圈，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这个框它就显得更加细致了？这中国画嘛就是这样，边画边想，根据你的一个画面状态，去想象它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样一加，那这个框的边缘，框的这个把手，是不是显得更加丰富，显得更加好看了呢？对吧？显得更加好看了是吗？和这个藤蔓啊。就区分开了，和这个藤蔓就区分开了。那藤蔓呢，我们就可以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一些，对吧？就更加好看了，有区别了，有变化了。画好这些之后呢，可以调一个赭石颜色调一个赭石颜色，把这个叶子呀，我们给它稍微的染一染，稍微的带一带。用这个赭石色稍微的染一染，稍微带一带这样去画它，对吧？这样去带一带它，染一染它，这样去丰富它一下，刻画它一下。这个地方也给它稍微的染一染，带一带加上一片小叶子，这个地方，这就是很自然的在调整画面丰富画面。包括框这块的话呢，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赭石色，也可以用赭石色呢，这些地方也给它轻轻的这样带一带，走一走。颜色重的地方，墨色重的地方颜色也多一点，颜色浅的地方呢，墨色浅的地方颜色也浅一些，简单的这样一蹭就行简单这样一蹭就可以了。但是简单一蹭是包含感情去蹭的不是说随便乱蹭是包含感情。这个地方稍微重一点，对吧？这个地方稍微浅一点，用笔的时候呢，按下去提起来，要有这种感受看似老师是随意的蹭的，但是呢，就是包含个人的一个感情在其中大家画画也是，不是对着画去照抄去描，而是说呢，有感情的去画画一定要有感情去画画。这个感情慢慢大家一定要培养起来，一定要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一个情感，是喜悦还是愤怒对不对？还是什么样的感情？用画笔给它抒发表现出来。把它提个字儿，扣个章，这个小作品我们就完成了呀。就是这样非常简单的
就完成了。还是大家需要单独去练一练啊，葡萄单独练练，小筐单独练练，各种各样的小筐啊单独练练，然后呢选择其一，对吧？就可以。包括你说葡萄里面，我想画绿葡萄，行吗？我想画一筐绿色的葡萄，哎，当然可以呀。想画什么样的葡萄啊？想画偏蓝的、黑紫色的葡萄，也可以画成黑紫色的。哎，同样的道理，串成串啊，一定要有串的感觉。这样画出来之后啊，它没有漂浮感，它是沉甸甸的啊，它是沉甸甸的，在这个篮子当中啊，放在篮子当中的感觉，沉甸甸的感觉。最后我们还可以调整一下画面啊，你像这些地方，远处的这些地方啊，还可以再补上一个小粒，哎，让它显得更加厚重一点，哎，让它显得更加厚重一点。啊，沉甸甸的，满满的一筐葡萄，哎，远处的稍微加上一点，哎，满满的一筐，对不对？满满的一筐，啊，有前有后啊，有穿插就好看。行吧，这个硕果啊，葡萄这节课呀，我们就示范到这里。